现在其实以色列自己也很辛苦，胡塞组织这样乱炸一通以色列内部其实也有一些抗争反对纳坦雅胡的力量，所以但在忌惮什么呢？伊朗这1年多以来跟中国或俄罗斯之间的挂钩，所以现在其实蛮重要的是，到底以色列会动手，美国会动手，中俄跟伊朗的具体合作如何，没有精密到让美国可以不突破，关键还在于情报的掌握。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现在来讲，我们在思考伊朗的问题在内，情报系统的掌握是现在大国竞争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委内瑞拉这一次提醒了我们。好，接下来关心，没有想到在此刻，英法联军轰炸叙利亚，难道第三势力要正式的进入到中东了吗？川普恐怕进攻伊朗吗？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今天我们来做讨论的，因为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种种的迹象显示是有可能的。普丁则是出手军援，在此刻去军援伊朗。我们等一下也会来关注到的是俄伊同盟力抗美国。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在美国去抓了马杜洛之后，欧洲国家也另外一线正在开火当中。这一次是英国跟法国的军方一起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它的地下的军火储存设施这边。英军我们看到它出动了哪一些武器呢？多架的台风战机，还有航海加油机空中做支援，跟法国的军机一起做联合出动。英国的这个国防部还非常的有信心说，我们打得非常的精准，我们投掷的导引炸弹是已经精准命中了武器库而已。旁边的这些平民都没有任何人受伤。但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英法要选在这个时间出手呢？是不是因为川普才刚进军这个委内瑞拉，他看到了谁说，谁拳头大，谁就可以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全球拥有真理。所以这一次，到底英法，我们看到过去他们在有关于巴勒斯坦的问题上面意见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团结起来了？难道是真的要反恐吗？还是他们在声援美国？难道英法这个第三势力接下来也要正式的介入中东国家吗？大师怎么解读？表面上是声援美国啦，因为美国前几个礼拜他们有几个在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叙利亚的美军被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些派系给他杀掉了，所以川普震怒，他就派飞机轰炸，所以就是说美国先动武在先了。那这个表面上英法是声援美国，那反恐的话，我觉得当然也是理由之一啦。不过真正理由，我觉得他们就是英法要展现欧洲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目前还算没有完全被怎么讲，被排除在国际强国之林啊。这个对于英国、法国本身的振奋国民的国家这个国民的这个信心，提升执政者在国民心中的这个地位这个影响力更大。你说这个叙利亚那么大，沙漠那么大，跑到那个中间去投几颗炸弹，对，那表示他有这个能力啊，对不对？你要飞机，你要能够飞那么远，而且在国际的这个，其实那个地方有点国际三不管，叙利亚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大部分是哪2个国家的力量？这个地方最主要是美国跟土耳其的力量。那所以这2个国家，美国已经先动手了，因为美军被杀，对，美国也好久没有在那边动手了。美军被杀，川普才叫出去，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展现一下英法还是一个怎么样有打击，在海外执行打击任务的，这是一个这个军事力量，不要被人家看衰。另外，欧洲也一直在讲要搞这个欧洲军，我想这也是某种程度展现他们不是空口说白话，还有一点行动能力。好，欧洲展示它的在国际上面的军事威慑力。那美国呢？美国仍然是持续的，也好像还有其他的动作。川普才刚威胁完委内瑞拉，现在呢看起来有可能下一个被打的国家是不是就是伊朗呢？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呢，先前不是有这个为期2周的抗议的这个示威吗？造成多人死亡那么川普也特别讲说，如果呢你再让抗议者死亡的话，会对伊朗进行更严厉的
打击。结果这话才说完没多久，我们看到被美国视为重大军事行动前兆的这个叫做五角大厦披萨指数，在1月5号突然间暴冲到1250%。要知道啊，这个数字可是历史上面的新高，甚至高于当时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前的770%。所以几个迹象看起来就是这个美国有可能去打伊朗。那么我们也看到其他的讯号，来看到画面上特别列出来，包括美军的无人侦察机最近突然间出现在伊朗的外海，以色列内部也正在讨论委内瑞拉模式是否可以被复制。第三件事情是美军的大型运输机也向中东这边集结了，社群平台甚至是释放大量的战前的这个气氛的一个讯号，每一个讯号都在说，好像美国正在进行准备下一步了。真的会是川普下一个攻击的对象是伊朗吗？他会不会复制打这个委内瑞拉的模式，也复制在哈米尼的身上，还是他会直接来轰炸？上次哥怎么看？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正确的来观察、了解这个伊朗问题。那么，伊朗其实真正的关系人不是美国，是以色列。大家一定要深深记得哦。所以在这个无论这个宗族啊，包括这个信仰以及种族之间的关系，关键者是以色列。而以色列只是非常懂得借力使力，那么跟美国当中可以紧扣在一起。所以过去来讲可能会捆绑在一起，我们从来都认为，因为犹太系统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所有各方面无所不在，所以当然仿佛犹太人或背后以色列可以遥控美国的一切的，包括军事在内的决策啦，这是我们传统的思路。可是现在我觉得川普因为跟过去政治人物不太一样，没有容易那么被操控，他算是商人，可是还会精算的啦。所以先前对于以伊朗到现在不断的放话，那么以色列一直来来回回。特别是纳坦雅卢飞奔到美国去跟川普见面了无数次了哦，所以这些的部分都是一个紧扣的部分的动作，因为以色列内部其实也有一些抗争，不反对纳坦雅卢的力量，所以但在忌惮什么呢？忌惮主要是忌惮伊朗这部分到底到现在为止，特别是这1年多以来，有没有跟中国或俄罗斯的军力当中哦，无论防御跟攻击线，我们知道现在其实以色列自己也很辛苦啦哈，胡塞组织当中现在炸以色列跟好像在照三餐吃饭这样乱炸一通哦，很吓人的。所以有关于大国军力这件事情跟伊朗之间的挂钩，伊朗现在的防御跟攻击能力来讲，其实并没有真正被验证。所以现在其实蛮重要的是，到底以色列会动手？美国会动手，关键还在于情报的掌握。我觉得这次委内瑞拉的战争其实提醒我们这一点，就是说，真正的即使斩首行动也好，军力再厉害也好，关键还是在情报的掌握。这次美国最厉害是展现它一如既往的情报很厉害。所以大国之间，比如说中俄跟伊朗的具体合作如何，我们在委内瑞拉也看到，也都声援委内瑞拉啊。可是呢？问题是你真正的声援跟帮助来讲，没有精密到让美国可以不突破，所以伊朗我相信也是一样子。我想包括伊朗、乌克兰战争，我们看到，明明你普丁你不是也可以斩首泽连斯基，你怎么不斩首？拖了3年多，你怎么回事？还是没有能力吗？还是你的情报当中也不见得现在跟过去 KGB 那么厉害了，没有办法突破美国或者乌克兰的保护网？所以我认为这次现在来讲，我们在思考包括伊朗的问题在内，情报系统的掌握好像是现在大国竞争，尤其在军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委内瑞拉这一次提醒了我们。好，确实哦，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现在都非常的担心伊朗它跟中俄在军事上面的这个军事突破到底到了哪里？所以呢，现在也放话了，有没有可能就是会打伊朗？但是在此刻呢，莫斯科它似乎正在悄悄的帮助伊朗来声援它，尤其是在军事上面，莫斯科现在正在声援，那当然也引爆了这个区域的安全紧绷。我们来看到这是实际发生的，过去48小时，俄军总共是出动了它的重型运输机至少5架次降落在伊朗，重点是它是高频的不寻常的航线，好像看起来就是要躲避西方的监控。那么运输机上面载着什么呢？看到画面，包括了现在根据了解有这个浩劫武装直升机，第二个是配套的弹药跟地勤系统等等。我们请干哥来帮我们分析，可能俄罗斯这一波重型运输机到底在装什么？传出哈米尼现在也很紧张，好像有一个计划，他要逃到莫斯科去，有没有可能呢？难道伊朗的政权真的面临危机了吗？好，俄罗斯最近48小时，也就2天之内，有5架次 IL-76一流升76重型运输机。好，我告诉各位，
这就是要打起仗来的时候，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运输机。OK， 它的地位相当于我们现在国产的运20，我们现在新的运20运输机，它都属于战略级的，它不是一般那个区域性的那种小飞机了。这些运输机往返5次，那你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当然 IL-76它曾经当过商用的货机，可是这个从俄罗斯空军飞来，那一定是军用机。那它飞来载的东西绝对不会是商用物资，结果一看，哦，原来是 Mi-28的浩劫直升机。Mi-28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攻击直升机，相当于台湾的阿帕契啊，你可以这样去看它，它就是台湾的阿帕契啊。不过性能还是比阿帕契稍微略逊一点，可是它一定载送了相当的 Mi-28给伊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能要预防斩首 ，OK？为什么？因为这种直升机专门对付低空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有无人机或者是有特战部队要降落在总统府附近，就是说，比如说要斩首哈米尼的时候，这种直升机是最有用的。那对不起，马杜罗就是没有这种直升机，不然他很可能不会被斩首，知道吗？委内瑞拉就是没有攻击直升机，一架都没有。所以其实 Mi-28其实很好用的，那所以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防卫作战里面，也把反斩首的阿帕契当成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个直升机被紧急运到德黑兰了，你就可以去想象，哈米尼是怕了，高龄86岁了，已经带领这个国家30年了，接下来我跟你讲，最有可能是不是被美国斩首？是被尼坦雅胡斩首，因为以色列才有这个决心。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最忌惮的是伊朗，比美国还要忌惮。对，为什么？只要以色列能够那个斩首哈米尼的话，那我跟你讲，全犹太人都会欢欣鼓舞。为什么？因为这放在心中那个刺已经很久了。虽然这几次的，比如说12日战争，以色列是打赢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保证伊朗接下来的核子设施以及它的浓缩铀计划会不会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一旦完成，对以色列来讲，那是灭国的危机。所以说，以色列很有可能会来执行这种计划，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如果说美国允许的话，我来斩首。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有阿拉伯世界里面最强的空军。跟最优秀的飞行员，他现在就是说，除了埃及之外，第2强的就是伊朗空军。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前资深外交官谢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成功级舰长黄征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军火上面来做一个中美之间的比拼。今天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一回美国是真的怕了吗？解放军它的100枚洲际飞弹已经就位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包括了东风31AG 的核王牌亮剑，另外也会关心2027台海冲突击溃美军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一个深度的分析。各位观众，这不是解放军自己喊话，而是特别来自于路透社引述五角大厦他自己内部评估报告草案，承认目前中国大陆用全球最快的速度已经补完核威慑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了。什么意思呢？白纸黑字，我们看到上面是怎么样写的。这边特别提到了路透社说呢，已经新部署了在蒙古边境的3个基地，这边部署了超过100枚的新式东风31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么东风31它又另外具备的这个称号叫做解放军的核武王牌，它的一些基本小档案带观众朋友快速的来看一下。射程现在是达到了12000公里左右，是覆盖可以达到美国的全境的，具有核威慑的能力，可以携带多枚分导核弹头，弹道可以进行不管是曲线或者是蛇形的机动，而且末端还可以变轨。重点是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高达20到30马赫。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超过
过100枚的洲际弹道飞弹的部署位置，为什么会选在蒙古边境的这个地区？这是专门为美国量身打造的一个核威慑、核攻击吗？接下来从东风31AG 的性能来看，美国有办法坐在空中的拦阻吗？舰长怎么看？假如我们国家拥有一个能够把整个国家给摧毁的那种核弹，这个一爆炸就会把整个国家摧毁的，你会放在哪里？你第一个会想的就是说，我要放在一个人很少的地方。哇，我摆在北京那还得了？他出事怎么办？我如果摆在北京，敌人要反制他，是不是第一个朝北京打？那还没打到他北京那里都被打死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第二个，你一个核弹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装，怎么样弄，你知道它都有一些可能意外状况发生的。你别以为都很安全，你也要想到意外，所以你永远要把它往人口最少的地方摆。那这个人口最少的地方就是在整个大陆你去看就是蒙古。为什么？蒙古的土地是台湾的33倍大，人口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那你说，你只有33倍，你别忘了台湾有80%的是大概中央山脉，所以台湾人口非常密集在边缘，但人口它几乎都是沙漠、草原，这是一个。而且你看它这3个，它有3个基地在那里，不是沙漠就是草原，那就牵扯到第二个。你这个基地要建在哪里啊？你绝对不能建一个就是说很复杂的地形，好比说建在西藏，那里高度3000公尺、4000公尺，那工人光是缺氧就死掉了。所以你在那里要一个平地是最理想的，沙漠、草原都是最理想的。那在那里你也可以建很多的，因为空旷嘛，你就可以建很多的诱饵井。好比说这里面有300个井，那我问你哪几个是真的装了，哪几个是假的？你能够确定吗？所以他在那里，他可以挖底下的是四通八达的，哪里有哪里没有，他也可能会知道的。还有第3个你要考量的就是它的战略纵深。如果你摆在沿海，好比说这个山东这里，我先不要管人多人少，我就算山东那里有一个地方，好比说这个广东那里有个地方人很少，你贴在海，人家海边就可以攻击你。对，所以我希望要有一个纵深，我就尽量往里拉。那你从岸边打我嘛，你一定要。这个导弹这样打过来，我很远就看到你过来了，所以我会有很长的反应时间，这就叫战略纵深。所以你去看到它所有摆的地方，经过所有的考虑之后，内蒙古的西侧靠近新疆这里那是最理想的地方。至于你说这些东西摆是不是针对美国，当然是针对美国。你不要忘了摆在那里，它那里还蛮靠近苏俄的，但是苏俄会不会怕？这东西一打就哇，飞了好久才飞到的。所以。跟苏俄无关，所以对苏俄有没有一点刺激性？有，但是是很低的。重点还是看飞到那么远，还是针对美国。最后一个就是，它的速度终端速度可以到20到30马赫就是说所有的导弹它最后的速度多快跟它打多远是息息相关的我今天如果说一个导弹打到太空落下来是一个近程的，好比说是3000公里，它落下来的速度可能是6马赫、8马赫，因为它。就是一个弹道嘛，这个抛物线的。那我如果打到美国12000、15000公里，我天哪，打这么高，然后在这么高的一点一路落下来，落到最后是20-30马赫，20-30马赫的导弹因为它弹头太热了，它会产生一个叫等离子云。什么叫等离子云？就是它这个结构上都是一个一个叫做原子核外面有电子，因为太热，那个电子会跑掉。我说变成游离，它就叫等离子云。一旦造成了等离子云，就是这个物理上的叫做黑障。所有的电磁波你都通不过它。是。这个时候就你用雷达去看不到它。那你看不到它，你怎么可能打到它？你还要去导引。但是它有一个东西，因为它很热，所以如果你用红外线的镜头去看它，是可能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红外线的镜头它有不同的波段，某一个波段可以看到很模糊的。这个热点这样子过来，它可以大概这样子去追踪它，这是唯一有可能克服它的。但是即使如此，一个100公里高度的导弹掉下来，如果是以20马赫，我不要30，20马赫它打到地面时间是15秒。你怎么去防它？是你根本反应都来不及。所以最后完毕之后，就说你想要去防这一型的导弹这样子，约打这个上万公里的，那是在实际的物理上有很多的极限，它是非常困难的。
好，这个是美军之所以要担心的部分，这是高达20到30马赫的东风31AG，但是这个还只是美军他知道的，这背后解放军现在说还有底牌，根本就还没有翻完。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另外2款飞弹，第一个是东风41，第二个是今年在93阅兵，大家还记得吗？亮相的这个东风61。我们先来看到 CG 哦，东风41它的射程是15000公里，可以携带10到12枚的分导式弹头，最高速度26马赫。又更高了。好，就另外就是在93阅兵亮相的这个东风61了，它的射程更是超过了2万公里，具有3级固体燃料，15到20分钟可以完成发射，达到数百枚的诱饵弹跟电子干扰装置等等。好，我们把这个东风41加上东风61加上近期曝光的这个御空级1000，美军有办法预测未来大陆会怎么样做合作战吗？以现在美国看到的只是中国大陆淘汰后的版本吗？代表背后还有更多的武器还没秀出来吗？尚志哥怎么看？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核弹能力，而且这里头也开始回溯起去年2024年9月的时候，中国大陆发射试射的这个东风31AG 的那支导弹。我想去年9月发射之后很奇怪，包括美国全世界都静悄悄的，仿佛也不做评论，也不做任何的，然后折腾了这么久，已经将近快1年后才开始最近这么大爆发的讨论。当然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大陆的军备或包括他们的攻击，刚刚一个是武射，一个部分是防御，军备或者是军力的各种武器，中国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公布详细的盘点给大家听。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一切，包括它的核弹相关的，以及它的这个所谓的弹道飞弹。核弹头或弹道飞弹本身都是海外，尤其以美国方面为主的这样子的这些点评。那么最近在讨论，直接在讨论中国的核能力、核打击力。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在所谓的中美的大国现在 G2 的政治、外交、经贸各方面的氛围当中，仿佛要一起合作，美国有点退让，可是，在军事方面感觉起来还是施加压力。军事方面还是要凸显中国威胁论这个部分主张，在整个美国的军事思路里头，并没有受到国际外交、经贸这个东西或关税有任何的部分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听到的，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而且，之所以把中国威胁讲得这么厉害，直指他们的核能力。当然就要拉抬自己，知道最近其实美军方面要预算，要有很多的军事，从战略战术到整正的最新武器的开发，都需要钱哈。威胁讲得很大，他们要很多的钱。当然我们可以看了，最近来讲都可以看到，所有在盘点以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对阵，陆海空火箭各方面来讲都有各自的对阵，但是蛮有意思的，现在就在盘点中国的核武器这件事情。核武器这件事情的部分，那确实还是比较微妙。当然，我们知道核武器的概念一定要了解，首先是核弹头。我们讲去年9月东风的这个东风3，它可以带4到6个弹头。所以目前弹头都知道，美国还是比较领先的。只不过今年有关瑞典一个智库的最新统计，在今年年中的时候，认为美国部分手上大概是5100多枚。那么有人说俄罗斯3000多枚，也有人说俄罗斯5400多枚更多。那这个部分大家掌握的数字，但中国当然现在公认大概600枚，只不过中国成长最快，每年可以生产出100多枚，而且这是保守的估计。那在这个数量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还有很高的比重，就是现在很关键的，可是中国的弹道导弹能力，东风系列这一些，恐怕还是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来讲可能还没有看到，但是现在都已经在，特别是今年93的阅兵之后，看到公布的以及大家盘点到的所有的这些具有核打击能力的部分，中国大陆有些不一样。首先，过去是弹道他们的部分的攻击的弹道会改变，这就可以突破过去美国对于防止核弹传统的防御性，它可以打破哈。此外的话，现在部分中国大陆核导弹可以飞到外太空，再来打击多弹头的打击。那么中国还有另外，它有缩小性的、机动移动性的，以及甚至可以挂在滑翔系统，而不是传统过去飞机发射的这样子的系统。所以这些新的战术发射核弹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说，就得要全面的部分来面对。但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目前中国大陆究竟有关于东风飞弹到底发展到哪一个部分的程度，其实都知道。现在看到的不可能是现在是最厉害的，下一代、下一代研发，对于中国武器研发来说，早就是这样子。所以美国如果要真正掌握，恐怕要花一些时间。
好，这边是五角大厦特别透露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威胁论哦，不管是核打击能力，或者是针对这些极音速飞弹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一次五角大厦它在这一份文件里面也释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它把时间点就定在2027年。它抛出了一句话，也震撼了全球。他说，中国大陆预计在2027年底就具备了在台海冲突当中可以开战，再加上取胜的能力。重点是，他还说了。大陆具备对1500到2000海里外的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能力。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其实已经是可以打到不管是美国的关岛、第2岛链，甚至是美军的前进基地体系了。这一份报告。是有高估吗？还是低估？介大使怎么看？那刚刚说的1500到2000海里的打击能力，只是对美军的一个干扰，还是说它已经可以构成致命的打击能力？大使怎么看？因为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报告里面，它用的打击能力啊，它还加了3个字，叫大规模打击能力。所以这个就不可小觑哈。如果说是印度的飞弹，我可以打到你，可是我的飞弹很小啊，对不对？我是轻型飞弹啊，那这个就不是造成大规模打击能力。事实上，你的炮弹跟飞弹跟炮弹一样，它装载的弹头蛮重要的，对。那你的弹头是多少吨啊？那或者它的这个破坏力有多少，也是很重要。还有你弹头的数目。那这个大规模打击能力，我觉得对美军来讲的话，用到大规模哈，我想就是可以产生一个怎么样，一个区域剧组的能力。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发展这么大的一个打击的远距的打击能力哈，主要是要拒敌于境外嘛，然后呢，要把一个地方完全封锁，可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完全进行这个外科手术的这种军事能力。可是第一个要让这个外军没有办法进来。那现在美国讲这个国务院讲的这个五角大厦讲的是，我们算1500到2000海里啊，算公里大概就是2800公里到3700公里。其实这个是属于中程导弹的一个范围。那这个算距离的话，那关岛啊，这个是在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因为关岛距离中国大陆大概陆基的这个陆地的距离大概是2500公里，所以这个从2800公里算起，其实就是从关岛到再往第3岛链去延伸。所以呢，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对第2岛链可以完全拒止。那么它如果说把它的拒止链再往前面推，可以推到3700公里的话，那就是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了。所以美国，我想它也会它会评估它的那个战力跟它这个因应的战术跟战略啦。那这里面中国大陆打击能力，其实我们不需要很明确指出哪一些载区，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比如说啊，你055大区，你停到第1岛链，好不好？那你上面的很多武器，事实上，你比如说是有这个鹰击21，这是舰对舰的啊，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打到1500到2000公里了。所以这一类武器它就可以产生距离。另外，它的整个航母它可以放到这个第1岛链跟第2岛链之间，或者接近第2岛链。那航母的战斗范围的话，那有时候是起码1000公里以上吧。它不要说它的这个舰载机了，它放护卫舰，它上面的这些垂发所有的这种远距离攻击武器，那更不要说中国大陆还有陆基的，陆基的东风这各型的导弹要打到说3700公里也是轻而易举。所以中国大陆对这种区域进行拒止，它除了它自己的海面部队、水面部队、水下部队，还有陆基的导弹，另外它还有这些轰炸机，还有这种比较远程的可以做这个空中加油的这种重型战斗机啊，或者这种攻击的这种空中的武力。所以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报告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是中国大陆具备这样子的能力。
接下来赶快看到，尤其在中东地区这边战事是一触即发了。纳坦雅胡这一回逼川普要点头要开战，伊朗则是飞弹全国已经准备好了齐射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有大陆的武器来做撑腰，当中包括了有歼20吗？红旗9进场，中东战火还压得住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最新消息 ，NBC 美国的媒体透露的。他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12月29号的时候已经预估了他会访问海湖庄园，和美国总统川普他们会一起讨论，接下来他们希望能够再度的对伊朗来发动军事上面的打击，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朗从12月22号开始就发起了新一轮的这个弹道飞弹的试射，并且在许多大城市不断的试射飞弹。这当中他们提到的地点包括了有德黑兰、伊斯法罕，还有这些马哈巴德等等的大城市进行飞弹的试射。所以以色列官员这样说，他指控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会有眼转为真正的战争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宣称的，他说伊朗会由演转战是真的情资，还是他有可能恶人先告状、先发制人的一个铺垫的话术吗？纳坦雅胡他会不会真的成功说服川普先下手为强？成功几率又有多高？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哈，这个我们分时间跟空间来讲啊，先讲这个空间啊，这个海湖庄园 Mar-a-Lago 啊，是川普自己的家，在佛罗里达啊，那有白宫不去。要跑到这个庄园，比如说我跟那个大川，这个大千了哈，我们说有事情的话呢，我有办公室你不谈，要跑到家里去，故意的制造广告。纳坦雅胡自己就告诉人家说，美国最挺以色列的总统跟我之间私人交替，所以他这个空间上来讲，他跑到这里去。他讲到伊朗这边事情的话呢，伊朗有导弹飞过去，老早的事情啊。以色列不是有这个穷那个穷，我们台湾也不是跟以色列要学什么铁穷金穷啊，什么钻石穷一大堆，对不对啊？那以色列怕什么东西呢？以色列基本上要制造出一个事端啊，就是说呢，伊朗呢，他接下来谈呢，就是伊朗现在利用它的那个浓缩铀的部分已经到达了已经是接近了核能武器，或者说就直接制造核能武器。但是呢，以色列要说服这个川普，我觉得说是以纳坦雅胡的本领要说服川普，应该没有很难的。那川普也会形式上讲说，那我上次帮你炸了地底下地洞，对不对？又搞了什么 B2 轰炸机什么的，那这一次的话啊，如果伊朗又犯的话，我再来炸或什么，那以色列一定讲说，来，我自己炸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的效果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呢？我最近今天我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你知道最近啊，这个官邸的长官呢，就是高市早苗的长官里面讲说，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啊，然后呢，日本的确拥有很多浓缩布啊，日本呢有能力有这个做导弹跟这个核武器都有可能。如果以色列要这样子干到伊朗的这个做这个浓缩铀的这个计划的话，那我就不排除中国也有可能会派歼20来炸他们。我就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好，另一方面，确实现在中国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吃重，因为现在呢，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其实现在唯一起来说是不是要阻止这场战争继续的，就是中国大陆。他现在我们来看到站上了联合国，在12月23号这一天是大陆的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他呼吁说双方赶快重启谈判吧，并且他也说了武力解决不了问题，他更是直接就向美国喊了一个重话，他说美国你在这个时候不要再孬了，应该要明确承诺不再对伊朗动武，并且主动跟伊朗恢复谈判。他也呼吁欧洲3国，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停止麦克风外交，拿起实际的行动来降温吧。现在看起来是以色列铁了心要美国一起打伊朗，那中国是不是唯一还在劝和的力量呢？这套和平方案真的能够劝和吗？那西方又听得进去吗？这些问题孙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刚才苑老师已经讲得很有道理了嘛。其实从上一次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之后，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停火了。那原因很简单，因为对川普来讲，他真的在付不起更大的代价了。如果这场战争在无穷无尽的打下去，他当然认为就见好就收了。他对以色列有一个交代，也吓阻了伊朗。那么，但是以色列没有吃这一套哦。以色列当时就心不甘情不愿，而且不断的扬言说，这个绝对还要再进行另外一次的打击。这个打击根本事实上没有歼灭掉应该有的这个核设施的这些相关的目标哦。所以从那个时候，以色列就早就想打伊朗。
现在只是找理由而已啊。就那个时候他说没歼灭，他就等于是打了川普一巴掌，说你美国没炸到，他又不好意思这样讲哦。那么但是事实上他心里恐怕认为，其实伊朗的这个浓缩铀根本没有在那一次的被轰炸当中被摧毁掉哦，所以呢他就开始找各式各样的理由。那找什么理由可以用呢？现在就来了一个最新的理由，说因为在试射弹道飞弹。那到底试射弹道飞弹为什么一定会射到以色列那里去呢？就做恶人做久了哈，就总是觉得好像大家都会来这一招。但事实上，伊朗闲着没事干嘛又要射到你那里去呢？伊朗好不容易才跟你美国达成了一个互不侵犯这样的一个默契了，然后伊朗自己在发展自己的经济，发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国防，他闲着没事干去打你以色列干嘛啦？就以色列就是平常就侵略人家侵略惯了，然后就天天躺在那边晚上睡不着觉，就怕人家杀过来了因为自己常干这种事。那你说对美国来讲，美国会不会再像上一次这么力挺我是打一个问号。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苑老师讲的美国可能口头上给他几句鼓励但是你说叫他再派这个B-2轰炸机去轰炸一次，第一那招上次已经玩过了这次不见得会灵了第二，那个伊朗也没有这个睡在那边贪吃等死啊！伊朗自从上一次被修理过之后，他已经在加强他的防空力量了。谁说中国大陆的红旗9不可能把美国的隐形轰炸机打下来的呢？如果不小心被打下来怎么办？那美国脸就丢大了。所以他出兵的话，他要先想一想，他上次的那一招已经演过一遍了，他这是再演一遍吗？大家都已经知道你的这个航道在哪里了，大家都知道你要用哪个地方用加油机来做加油了，要长程飞行接力的来打击我了。以色列又不是傻子，这个伊朗又不是傻子，他当然做好准备了嘛。那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在联合国发言是有其必要的，因为中国大陆在联合国至少代表一个正义的力量。但你说中国大陆来劝和，我觉得很难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就不会买单啊。中国大陆跟以色列两个已经很不 like 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怎么样了那你说中国大陆去劝和，美国跟以色列会买单吗？我觉得很难。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在做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美国当初一，中国就当15嘛，很简单啊。你美国不断的在台湾增加台湾的这个军事力量，那我中国大陆也想办法卖一点给伊朗，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很公道吧？大家都在做这个军售生意啊，你可以卖，难道我不能卖吗？所以你要卖多少给台湾，我也想办法卖多少给你的敌人，就这么简单嘛。所以你看，不管是以色列，不管是委内瑞拉，都是一样的，他们大幅度的跟伊朗、跟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去做军事采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么当然，我觉得像刚才这个苑老师讲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这么干了，他的确给北京政府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你高市有种就不要来给我搞核子武器，你搞了，反正你美国跟以色列演过一次嘛，对不对？你们演过一次了，那这次换我来，那你也不要在那边啰嗦了。是，确实如说委员说的现在以色列之所以这么怕伊朗，也是担心他随时打过来，就是因为现在以色列看到伊朗整体呢在军事上面，尤其是军力上面的变化，已经远远超过当时记得吗？今年6月他们双方打的这个以12日战争的水准了。那我们来看到伊朗最近有什么样比较具体的军力上面的变化？首先他这边根据了解，已经可以产出年产量3000枚弹道飞弹的能力了，并且开始系统性的做这种空中战力的升级。那武器他们从2个国家来买入，刚委员帮我们提到的，除了中国大陆的武器之外，其实还有俄罗斯的武器。先来看从中国买了哪一些武器，画面上 CG 我们看到3个，第一个歼20，第二个红旗9，最后是歼14的雷达。下面我们来看到俄罗斯，则是这个伊朗跟俄罗斯买的武器2款 S-400防空系统，还有它的苏35的战机等等。那所以中俄现在援助伊朗战力提升非常的快，是因此让纳坦雅胡紧张了，坐不住了吗？所以他这时候要先出手。哪一款武器现在看起来是以色列最担心、最害怕的？干哥怎么看？其实刚才大千讲的完全正确。伊朗再射飞弹的可能性，国际观察家预估50%以下，50%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宽裕的形容词了，因为现在可能性很低啦。那为什么有人就跳出来说没有？我告诉你，就算有10%的话，我们也应该要先采取手段。那个人叫做尼坦雅胡，他就说，我告诉你，只要有10%的话，都会很惊人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这从6月到现在已经补足了3000枚飞弹了，是真的。
中美之间的这一场军事之争，我们特别要来关心到的是6代机，尤其是大陆的6代机这个歼362号机，这一次大改款被视为是一个急速的进化，力拼2031年要成军。那么中国的6代机能不能横甩美国4年以上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个是最新消息，美军这一次恐怕真的是要紧张了，因为呢，大陆的第2架它的歼36原型机最新的影像再度的曝光了，大家看到说上面这一次不再只是一个小修小改而已，而是一个比较具有结构等级的大改款，所以被外媒这样子做评论，他认为是明显的它的进度远远的超出预期了。今天有3个关键他们大升级的点，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等一下会请将军，因为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名词，等一下请将军带我们来看。升级的地方包括它的进气道，这是第一个。第2个事情是它的发动机的喷管也是大升级了，它可以在高空低速失速的状态下维持它的机动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它的试飞也变得更快更好了，1年内至少2架原型机，并且说已经进入到工程的验证加上结构筛选的一个最新阶段了。这是有关于这个歼36的进度，6代机。另一方面，美国呢，它的6代机 F-47，我们来看到，虽然喊说2028年会做首飞，但是现在看起来完整的外形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所以呢，专家是这样评论，认为说中美之间战机的世代差距现在已经逐渐正式的被打开来了。歼36第2架原型机外形确实是跟第1架还是差很大的，所以我们认为解读会不会像是过去歼35那样走1机2型？那么量产前后的整体调整跟未来的战力，将军怎么评估？我认为它有一些改版，它第1架出来的时候经过试飞验证，它可能在气动力这一方面，还有推力这些方面呢，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来做调整。所以你看它的发动机的喷口，它已经让它凸出来，为什么？让它的推力，让它喷出来的气流更顺畅，那更有推力，更产生推力。所以这个时候，它把这个后面的发动机变成绞型发动机，让它推出来一点点。它是这个样，然后进气道呢？进气道它让了气流能够平顺呢，它把它做了一个设计的更流线，让它进气的时候更能够吸更多的气，然后进入燃烧室，然后燃烧喷出去。所以它这个在推力优化，它做了这个。我们讲到它推力的推力这方面，跟飞机的航程还有最大的速度是有关的。第2个，我们来看，因为歼36啊，它没有垂直岸地面。我们看了美国 F-22，美国的 F-35。都有，中国大陆的歼20也有，中国大陆的歼35也有，但是歼36没有。你看它是没有垂直岸地面，没有垂直岸地面在空中会飞行的时候会有偏侧滑的现象。那侧滑的现象呢，我们有一个 damper， 那个叫做辅助器，会帮你做校正。它那个电脑换算非常的快哦，大概每1秒钟就大概换算100万次，给你做调整。它的动哦，让你看不出来，但是问题让飞机能够平顺。但是问题是可能。它在试飞阶段可能有偏侧的现象，那有偏侧现象怎么办？把这个我们讲了，它的垂直岸地面放在2个翼尖，左翼尖跟右翼尖，你看它凸出来了，是它让它不会有在高速状况下不会有偏侧现象。你看那个飞机里面那个针球仪它不会摆动，不然飞机的话就是很稳定，这样稳定。因为摆动的状况之下，因为电脑换算还是有毫秒、微秒的时差，还是会偏侧。那经过这个在翼尖的这个垂直岸地面的辅助器之后稳定了，因为它把它抓准了，那又没有垂直岸地面，又有这个垂直岸地面的功能，我认为这是它加大的设计，是这样。那最后一个，我认为它的是让它的这个整个的机型尤其是机翼把它优化，优化变成气动力最佳化。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歼36，它将来的如果要生产量产的话，它经过这2次。这第2架也是原型机，原型机一定做测试，不是量产机，量产机还没开始。那量产机完毕之后才开始要训练，才能够完成 IOC 初级作战阶段。初级阶段的时候，经过种子教官培训出来更多的飞行员之后，才能变成达到 FOC， 变成全作战阶段。这个就表示这个成军了，可以列入作战序列了。所以它这有这个等次。那现在的只进入这个第2架的。我们讲的测试的原型机，量产机还没有开始，所以中国大陆它是稳扎稳打，它不要冒进，
还有文章。那我认为歼36这个大量推出来之后，可能就要关掉歼11B， 它就不生产了。歼11，那你要关掉个生产线了，歼11B 它不生产了，因为歼10C 还要外销，但是歼11B 它可能就不要。那来把这些所有的生产线来做歼36，所以这第6代战机可能在2-3年后就会形成作战的能力。好，2-3年后形成作战的能力。那我们来做假设，一旦真的成军，接下来对于第一岛链的冲击到底有多大？请教杨老师。那另外就是也跟美国来做一个相比，因为现在外媒也推估美国的6代机落后大陆3到4年。2个问题，老师怎么看？美国人自己推测，2028年6代机可以这个成型量产。现在看起来是倒过来，是中国大陆的2款6代机，说不定在28年能够量产。美国到目前为止，它的6代机还真的连楼梯响都还没有听见。我们看到原先的设计图推动了一阵子之后，又打掉重来。不过，川普还是坚持要做 F-47，因为他是第47任总统。可是两边的6代机的相比较，我觉得这还要时间去验证。那但是呢，美国的6代机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它没有跟别的国家的合作，所以到后来它如果要出售，或者是跟别的国家的合作，看起来不是这个方向。因此它做好之后，你现在如果讲到第一岛链，它会不会卖给日本、卖给韩国，像 F-35或 F-35B 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而日本、韩国愿不愿意去买这个美国拖延了这么久而成效有限的6代机，那去跟谁打？我觉得日本、韩国可能也不这么愿意。可是，在中国大陆这边，你看到整个从5代机、6代机在这个区域战区的数量上，以及作战的这个效能上，就很清楚。像上次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凌晨2点钟开记者会，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雷达照射。那是呢，歼15跟 F-15这2款机就差别很大了。那歼15这个 F-15小泉，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主持人拿那个手套，他大概只能拿那个手套，看着手套说要冷静，要冷静，不然我会被打。他其实是非常不冷静的。那手套大概都撕了。所以呢，你这个飞机的差别就代表着你这个战争的胜负嘛。你现代的武器、现代的军事就是如此。如果中国大陆在有6代机、2款6代机，如果都能够量产，而去支援在这个区域的5代机跟这个4代机、4.5代机的这个作战的时候呢？那对于区域的拒止能力更会加强，以及在区域的制空能力上绝对会主导。而美国这个时候呢，6代机可能还在工厂里面设计，还是在制造之中，不知道。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持续来看到这个，我们刚刚比的是战机嘛，那我们现在也不只是比说这个战机的性能跟它的设计，也来比整体的这个工业体系。今天关心的2个公司，第一个是沈飞，第2个是成飞也动起来。沈飞，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2022年他们打造的这个航天城的部分之外，2024年他们更是正式的进军在低空经济。那成飞呢？成飞则是一天征地200多亩，说要打造空天装配基地，做战机也要做衔接航天、货运航天飞机的浩龙计划。汉庭怎么看接下来对于歼36多大的这个研发跟量产的优势？美军还在画大饼，中国已经试新机，6代战机谁争锋？东方巨龙已腾云。那到底大陆强不强？我们要听美国人怎么讲。好，那当然了，美方他可能会刻意的放大来凸显美国自己要更加的努力。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前司令马克凯利将军，还有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多次在听证会和内部报告当中都说，美军现在落后中国大陆，而且有3个扎心的现象。第一呢是进度恐慌，因为大陆已经先做出来了，我们的还在研究阶段。大陆在第6代的战机研发上按部就班，甚至在某些子系统的迭代超过了美国。所以美军内部报告警告，如果呢下一代的航空权项目再因为经费而延迟，2030年天空的主人就姓钟而不姓美了。而第2个是成本的恐慌，因为在美军制造这第6代
战机单价就要3亿美元，哇，这是在打造黄金吧？那中国大陆呢，虽然价格没有公布，但可想而知，经由工业化跟体系化的量产，一定成本是比美国还要来得更加的低廉。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最大的优势，就不论发明什么东西，最后都有机会变成白菜价。那再来第3个是技术迷航。就当美国还在搞优化，中国大陆已经在搞重构了。美国的空军参谋他说要暂时暂停，并且重新评估 NGAD 次世代凭空制空权的项目。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本来美国自己研究啊，他们想象的6代机长什么样，结果发现呢，中国大陆想的六代机，而且呢发明出来的东西比他们想的更好。这个表示大陆在6代机的制定标准上抢占了话语权。而且呢，提到了陈飞跟沈飞的大动作，这才是让美国人更害怕的地方，代表中国大陆军工已经进入了完整的体系化跟集群化的战斗模式。首先，空天一体，陈飞呢要搞航天城，不仅是做战机啊，连货运太空梭、浩龙都一起做。这表示未来的歼36可能不止在平流层飞，它随时可以跟外太空的卫星、轨道器进行降维连线。甚至呢，产能我们说几百亩地砸下去，这个不是为了种菜，这是为了要自动化的装配线。所以美国现在造一架飞机，感觉像是在绣花，慢工出细活啊，因为它确实慢。但是中国大陆未来造飞机，就很可能呢是在印钞票，一旦成型，就是铺天盖地的数量优势。所以大饼画的再圆，也飞不上蓝天；PPT 做的再美，也挡不住歼36的闪电。